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才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连结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对象当下他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是怎么样的，他是否关注以及在意你呢？我们的大众占卜许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主题了。而在过去呢，我们也曾经用快问快答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析过我们心目中所想对象他的频率状态或他能量讯息是如何的。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样的方式来重新帮助大家进行这样的连结。如果在最近期我们在亲密关系上，在感情上，以及有可能这个人是我们周边的人，或者说我们在意的人，想要去连接一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今日大众占卜取得需要的讯息。希望通过卡牌带给大家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也帮助大家去整合和调和我们的能量。在不断的跟周围的人事物进行连接的过程当中，也调整和察知到我们的内在在需要什么。祝福大家在当下这个阶段的过渡时期，也是在能量上可以越来越加平和的，可以在能量场上扩大，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取得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状态。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帮助大家来进行能量的调节和净化。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的身心灵安静下来。好，我们可以闭上双眼，放松我们的全身。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宇宙送给我们的疗愈，来自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状态，让我们可以更加轻松、轻盈的状态来进入我们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好，那下面呢，大家可以缓缓的调整我们的呼吸，好，缓缓的睁开我们的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那今日呢，我们要连接的讯息是跟我们心中所想对象有关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想着心目当中的这个人，直接对于面前的我们这3张卡牌以及3颗天然石来进行连接和选择。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好，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好带有矿物的白色天然石。我们可以看到天然石当中的矿物沉淀。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橙白色天然石。我们的天然石也呈现着非常自然的光亮和光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橙色天然石是否是跟我们的能量和我们心中所想对象相对应的呢？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绿色孔雀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墨绿色的孔雀石，好，它的能量，好，它的色彩，它的斑纹，是否是和我们当下能量相对应的呢？是否是和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相连接的呢？好，大家可以跟着直觉来进行一下感应。这是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接的呢？那在连接我们心目当中所想对象的时候，哪一副组牌又是跳跃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第一眼就感受到冲击，感受到能量，想要触碰和连接的呢？这就是我们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有多个对象，或者说对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排一个优先顺位。好，来进行一下卡牌信息的读取。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透明白色矿物石的朋友们，我们开始今日的读牌。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塔罗牌主要通过塔罗牌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那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许久没有使用和尝试了，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当中的一些解答，能够呈现出更加快速和直接的讯息给大家。对应我们的一颗白色矿物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也是一套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好，金币5号的逆位Five Pentacles in reverse。好，我看到这个人当下在努力去遮掩一些什么。好，虽然是金币5号的逆位但是无疑当下呢，不管是我们心中所想这个对象，还是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都在人生的一个跨越期，有可能你们当下在做一些转换，以及对方有可能当下也处在一个工作事业人生抉择的，然后比较艰难的岔路口上。我认为第一副组牌朋友心目当中所想这个人他内心当下是比较压抑的，而且对于感情的需求和渴望度比较收缩，或者说比较稀薄比较稀少。原因在于当下他有可能处在一个个人体能经济状态，还有就是思维被局限的状况里边。也有少数朋友，你们是在工作和一些比如说跟周围的人见面的场合遇见的。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这一组呢，干脆就是断联或者说不读不回，已读不回等等的状态，失去了跟对方当下的一个交流。我认为对方其实在内心当中是比较需要你的，他既需要你的存在，也需要你的认可，但同时呢，这个也影射了他内心里边，我们看到这个金币5还有一个影子内心里边的空乏感，内心当中的空虚感。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希望自己是丰盛的，然后希望成为一个非常成熟和美好的恋
恋人，足以吸引到你，但是内心里边呢非常理解自己当下反而是非常匮乏，反而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通过这张金币5号的逆位能够感受到你们的感情有可能现在不在一个特别对，或者说能够发展特别迅速的时间。两个人好像有自己的门要去推开，有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甚至分头呢各忙各的。那我认为在第一组当中呢，对方其实在心里边体谅和在乎你，但是同时他更加在乎和渴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朋友会说不觉得他当下处在什么样的转换，或者说不觉得他当下好像很难。我认为他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淡淡的抑郁以及障碍，让他呢既想要去推开门，又没有办法去触碰到。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处在一个暧昧关系和刚刚认识的状态，他的心门不是那么好推开，有的时候呢是半半的比如说半开半掩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当你要推开的时候，又发现这个门其实非常的卡，和外界其实是有一个距离感的。所以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啊，你心中所想这个对象的内心其实有比较难攻克的一个困境、一个障碍和一个纠结。那当下呢，他有可能也正在不断的去思索。好，这是我们的主牌给我们的讯息啊，我们看一下，好，对方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我们再整理一下卡牌，刚刚掉出了一张权杖5号。好，我们来做一下整理啊。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想法好了，我们今天就直接单刀直入啊，做一个快问快答。The Hierophant， 好，看一下他的想法是什么。好 ，The Emperor and the Page of Swords， 这是一个成功主义者啊，或者是机会主义者，他非常的希望啊，自己在人生的某一些关键的选择和某一些关键的节点能够取得成功。成功主义者啊，就是有国王牌和教皇牌嘛，我认为他有可能在工作当中有职位，有可能他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或者说他的教育和家境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人内心非常的骄傲，然后他有自己非常传统的部分，但是当下呢，无疑他有可能遇见了让他感觉到比较卡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想法上，当他遇见你的时候，权杖2号，他想要去投射这种成功和这种骄傲啊，在你们相互的关系里边，但是看起来这种投射并不是成功的。有些朋友有可能你轻易的就可以去看穿他，或者说在你接近他的过程里边，你并不为他的这个面具和外表以及当下的状态所迷惑。也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同样的组织啊、学校啊，或者说团队和企业里边，那这个人有可能和你多少是有些距离感的，或者说你们有一些身份和背景上的差异，他有可能是上司啊，他有可能是新人啊，因为这边有权杖2和 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嘛。他在想法上呢，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你们是非常相互吸引的，但是他有可能会刻意保有一些距离，因为什么啊？还是一样，他希望自己的身份和状态能够更加好的发挥出来，他有可能有一些隐性的自恋，有可能有的时候他会比较困惑和挠头于当下的一些个人发展的处境，所以我认为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去表现自己的平衡和力量感，但是内在其实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吃力的啊，因为我们有2张大牌先飞出来嘛，我国王牌和教皇牌其实是面对升职啊、加薪、社会地位，然后面对金钱，他要把握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的感受里边其实也有很多关于自我的，然后正在去权衡，然后正在去计划，有一定野心和侵略性的这个部分，这个在感情当中有可能不够完全纯粹，因为对方现在不处在一个比较恋爱脑的状态。你再看一下他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我们整理一下卡牌。好 ，Ace of Wands，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Devil 恶魔牌，然后这边是好宝剑6号的逆位。好，你对于他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和影响力的。我觉得这个人在心目当中呢，感受到你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人啊，有可能你也会去点燃他内心当中很激情的火焰。我看到在他内心当中，你是他非常理想的这个能够吸引到他另外一半的类型。那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我认为你的外形和气质非常对方的菜，然后你们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暗流涌动的暧昧啊，眼神的交集
啊，或者说互相非常瞩目的部分等等，都让他呢在内心当中对你是非常波涛汹涌、非常雀跃的。但我看到这个人想要去隐藏一些什么或抗拒一些什么，有可能他当下也有自己比较平衡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有可能他现在呢必须要去将自己的生活和他的权利责任这个部分给笼罩和把握好，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当下处在一个比较失衡的状况。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看到你是非常心跳加速的，但是呢他依旧在刻意的去保持着一个距离，因为好像时间没有到达。然后这个人在想法和感受里边也会经常感受到你的气息在他周围。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和对方应该是有一些前世和今生的这个能量的交集的。有少数朋友你们在前世是夫妻和伴侣关系，所以跟对方会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而这个人其实喉轮是比较闭锁的，甚至心轮也有点闭锁，所以他打不开自己的感受，比较容易通过控制啊，或者说通过这种散发自己吸引力的方式，在感情里边取得话语权。所以有一些朋友对方有一些隐性的自恋型的状态。这边呢，宝剑6号的逆位和金币7号，对方在等待一个对的时机，可以去行动，但这种行动呢，有可能并不是非常直接的，有可能通过在你的旁边绕一圈呢，给你一些信息和消息，或者说引发你周围的人对于他的讨论和议论，用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他的存在感。我觉得这个人的内心当中并不是十分幼稚，他知道自己在人生当中需要什么。我看到他对于这个金钱啊、权利，或者说他对于自己能够去要升，比如说当下不管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对于自己能够再提高一步，能够拥有更多，这个目标是非常渴望的。所以我看到最近对方的内心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第一组朋友，如果你想问对方是不是在意你和喜欢你，我认为对方是关注你、在意你以及喜欢你、被吸引的。但是这种吸引力啊，谈不到爱，也谈不到这种心轮的打开，或者说他曾经跟你曾经谈情说爱、言说爱情，但是最近他把心轮给锁上了。原因在于，第一个，他不想让自己被任何事情控制，还有就他有可能处在一个比较高节奏忙碌的生活状态里边，这个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容易打压他的能量和自信，容易让他趋向于看重物质而看轻情感。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有一些朋友对方在伺机而动啊，比如你们的关系刚刚去进入一个熟悉期，或者说你们已经不联络一段时间了，我认为这个人能量没有走开，他希望可以跟你重新沟通。也有些朋友你有可能不想再理他了，或者说你给予对方的态度是比较直接和鲜明的。这个人在心里边呢他有一个比较运筹帷幄的想法，就等待一个对的机会，可以跟你去合作，可以跟你去走近。所以我认为这个宝剑6的逆位和金币7就是伺机而动，所以他的感受和想法是，他会想起你。在想起你，或者说在看到你的时候，他会有所心动，但是他不轻易的去行动，因为行动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这种面子的受损，或者说会出现一些让他不能去控制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当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有一些这种朋友以上而恋人未满，相互吸引但没有去戳破的这样的状态也是比较多的。如果第一组朋友最近断联了，我认为对方很想你啊，这边有恶魔牌和权杖1号，对方也会想到你的体温，他会想到你存在时候的样子，你们相互陪伴的样子，所以他对于你的这种喜欢、关注和这种吸引和上瘾啊始终存在。但是我觉得他在努力让自己按捺下来，甚至为了让自己可以按捺下来，也会偶尔去转移一下注意力。我看到这个人他也在问自己和考验自己，是不是他没有你就不行了。但是通过第一组的卡牌，我感受到这个人其实在内心里边对于你的渴求和关注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也不能够轻易的去忘记你，或者很快的去转移他在感情当中的专注力。很多朋友我觉得他转移专注力的方法应该是投入事业，或者说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和吸引人关注和瞩目。也有一些朋友最近对方可以升职加薪，他有可能会取得一些职业上发展比较好的进步啊，比较好的一些结果。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比较憋闷的，而且这里边有一些暗恋的元素啊，有这个恶魔牌和国王牌，这个人是存在对于你的暗恋和渴求，但是他会觉得在三维世界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 grounding， 那么好被显化出来，那么好去连接。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人他在想法和感受上，即使受到吸引也是退一步的。好，我们再进而看一下啊，对方呢有什么样的行动会体现出来。
我们看到宝剑3号的逆位。好，这边我们飞出来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牌，圣杯2号，很多牌一起飞出来啊。这边是金币4号的逆位，圣杯2号的逆位和圣杯侍从牌。我们再看一下他有什么行动啊 ？OK，Five of Swords， 他没有想好啊。这边我们看到2张5号牌，金币sorry 啊，这边是金币5号的逆位，这边宝剑5号的逆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为你心是很乱的。而且我看到呢，对方的想法和你的这个状态啊，也形成了一定的镜面反射，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些朋友最近断联了，我认为对方的行动并不积极，但他一定在你很近的地方在观察着你。有少数朋友会说啊，已经没有这种联络方式了，他有可能在通过周围的人去渴望知道你。有可能他的意识在你的周围，他的关注度还在你的身上。也有些朋友他会通过社群媒体啊、SNS 等等的方式去翻阅和查找一下你目前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呢，宝剑3号的逆位配金币，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变得沉稳了。如果说对过去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争执，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手和打击，这个人目前的心态在转成比较稳定和安好的状态。他也不再愤怒，他也不再过度的情绪化。不过呢，我觉得他内心里边就是没有准备好如何敞开喉咙去进行沟通，甚至他有可能在慢慢的、默默的做着自己的一些事情，等待你跟他去主动的进行连接。所以圣杯2号的逆位配圣杯侍从牌，这边出现的卡牌并不是他不渴望沟通，但是他的行动能力是比较慢和比较局促的，他会用一些侧面试探的方法，或者说感受和感知的方法，或他会疑问和猜疑，你的心里面还有没有我？有可能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问题的解答等等啊。我看到这个人，如果他有这个，比如说神秘学的爱好啊，他也是比较信任卡牌，他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也会去连接你，也会去探测你的能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对于你的这个感情啊，我们看到恋人牌和皇后牌一起飞出来，你对他很有吸引力，那他对你的感情其实呢，可以说是历久而弥新吧。在断联的时期，或者说你们的感情卡住的时期呢，也是比较深刻的啊。他是喜欢你的，他是在意你，他是想念你的。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行动，我认为这个人始终在想的是金币5号啊，金币10号，他要把自己的工作事业放在第一位，他要愈加的去鼓励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当下的他呢，有可能也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一种蜕变，完成一种身份的更迭。很多朋友我觉得他很思念跟你去互相陪伴的时刻，有很多事情会让他想到你，有很多的细节会让他重新的思索你和关注你。而且这边我们出现了国王牌配皇后牌，教皇牌配恋人牌，你们是一对神圣伴侣，以及有一些朋友你们是一对 twin flame， 你们有可能是一对灵魂伴侣，这个感情是比较浑然天成的。我认为他也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不过在最近我看到对方的行动出现一种卡住的状态，他会不自觉的去想，去用很感性的方式连接，会默默的思念，但是我认为这个行动上是比较受阻的。好，我们来投一下这个 Astro Dice， 我们看一下这个占星骰子有没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太阳的巨蟹12宫，这个人有梦到你啊，这个人最近有梦到你，而且这个人呢，最近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思索，和突然想到一些旧事是关联到你的。我认为这个人最近在他的资产上，在他的生活里边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他有可能装作自己是好好的他的这个表面上好好的，不代表他的内在，他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在面临着一些生活的危机和改变。水星摩羯3宫，最大的可能这个人会借口工作，借口一些实在的事情跟我们地组朋友取得联络，但是他的沟通能力啊，很显然喉轮被卡住了，而且他现在能够讲出的一些话语等等，基本上呢都不是这么的动听和这么的悦耳，基本上呢他也会用比较刻板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联络和沟通。这边有金星的水瓶5宫啊，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是跨越时空的，跨越地理位置的爱，一些朋友是异地的，或者他是你异地的恋人，他是你过去的恋人等等，这个人绝对不会忘记你，甚至呢还是一样，越是有距离感，他会觉得跟你的感情越加的深刻。
所以有的时候是让他得不到，他反而会觉得这个感情关系对于他来讲是有很深厚的价值，可以让他不断的琢磨和思考，也让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去成长。这个是行动和能量方面的讯息。我们再看一下啊，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19号 Temptation 诱惑啊。这边我们也看到了一张恶魔牌和国王牌，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你们彼此像是在深夜当中，在梦境当中会出现的恋人一样。好，你们彼此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诱惑力和吸引力。而且我认为这个人在阴性能量层面，就是在意识和感官的层面，也是跟你之间非常的相互吸引的。我认为这个人啊，他总是觉得你出现在他梦里边，他总是觉得他生活里边是有你的，哪怕他的世界是很理性很客观的。然后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之间当下这个感受不一定在三维世界可以很快的达成真正的连接和真正的沟通，更多的会通过跟对方的一种相思啊，一种相应来去完成你们这个缘分。对的，有的一些感情的缘分通过相思去达成，有的感情的缘分是真正的相处。那我觉得这个关系涉及到前世今生的一些阻碍和困扰，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当下一些朋友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单相思，对方是不是对我没有什么？我觉得对方对你是有什么的，而且这个感情很明显是双向的。但是啊，有可能你们也涉及到对于对方的一种诱惑和吸引力。这个诱惑啊，有的时候它出现在不恰当的时候，比如这个人他当下很专注自己的工作，你们是职场上见面的，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不能跨越的这个社会的位置啊，然后你们的立场等等，那对方和你之间有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坐下来，然后很好的去进行某一种深度的改变。那我觉得呢，一些朋友啊，你和对方其实在内心的层次里边还是想要去继续显化这个感情的，所以这个情感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未完待续的状态，而且你的出现确实打破了它既有的一些平衡，会让我们这个第一组牌朋友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心灵式的感应和渴望。其实这也是在情感当中很重要和很珍贵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人他不敢接近你啊，我们这个牌里边是这个人很像是月光的恋人他很像是夜半的歌声，但是他不敢接近你因为什么？我觉得他有可能有一些他比较不能言说的一些个人的苦恼，这个跟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目前的经济事业状态发展状态都是相关联的。好，他觉得我们第一组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啊，你们也像是一团就是深夜当中的幽香和烈火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当他和你真正的去能够走向对方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三维世界你们的状态都更加良好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人当下在行动能力受阻的过程里边，他有可能也在学会怎么让自己呢更加优秀和更加成长。我们第一组朋友啊，你们有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在跟对方的情感和对方的这个感应的这一个部分，你们是不需要怀疑自己的。那有些朋友会问呢，这个人会不会真正的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认为在未来的你们之间会有沟通啊，一些朋友你们言语上的沟通，信息上的往来是会有的。比较快的朋友，我认为在未来的2个月当中会出现，大约5月尾6月当中是比较明显的。未来来看这则影片的朋友呢，大约1到2个月之间。比较慢的朋友是秋天，也就是要过了最近这半年，这个人能够鼓起勇气，做好准备，重新回归到你的生活，而且他有可能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些细微的你察觉不到的，不过他在心理上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他有可能是鼓足了勇气和做好了一些建设，然后希望用一些比较浪漫的方式跟你去建立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见面呐，或者比较好的一些生活里边能够相处的机会。我看到这个人内心其实是比较细腻的但是有时候也是趋向于一些软弱啊，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强悍比较强势，其实是在情感里边爱逞强的人不是那么的具有突破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呢再观察一下，这个人也会通过这个暗中跟你去比如说见面呐，或者说他有可能会制造一些场所和场合可以跟你沟通起来。我觉得他会去思考，这个人会有一些奇思和巧妙的设计，有可能他也会去找到这个话题来跟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沟通。第一组朋友啊，如果你们想要去跟对方主动的达成这个沟通的话，
看一下女祭司的逆位，金币的9号，力量牌的逆位。宇宙的意思是，第一组的朋友并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做这个，先走一步啊，往前去走的人。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让自己内在能量丰盛，对于生活更加有自信和主导力，是你们个人的这个吸引力和魅力增值的体现。所以去增值你们的魅力，增值你们的生活啊。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需要对自己更好一点，需要把你们的生活经营得更饱满一些。这样有可能当你们想要行动的时候，状态也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变得更好。我认为很多朋友最近比较情绪化，你们有可能也会一样啊，为了现实生活和为了情感两边有一点发愁和思索以及烦忧。宇宙希望你们处在一个能量饱满的状态，所以什么事情让你们感受到消耗，反而是我们需要退一步的。因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天然的美和力量来自于你们的自信和丰盛感，所以去让我们的内心和整个的能量场处在丰盛状态，无疑会让我们的感情变得不费功夫的顺遂啊。好，最后看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话要告诉我们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语想讲啊？因为第一组朋友，我觉得他的喉咙还是比较卡的，他不一定真正的说得出来。好，我想要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啊 I want a new beginning with you。 好，我想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了。第2章，我不能让你接近我。I couldn't let you get close to me。不能让你接近我啊，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第3章 My past still haunts me。 好，我的过去始终或者说仍旧在干扰我和卡住我。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讲啊？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We need to talk， 我们需要去沟通一下。然后我们这边还有3张牌啊，看一下。I want to be more than friends， 我希望跟你不只是朋友，好吗？不只是朋友。I know I messed things up， 我知道我搞砸了。这边这张牌逆位飞出来 I don't feel ready for you yet，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人呢想要跟你重新开始，但是他想要重新开始，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会退100步，就是不要接近我，我害怕，我害怕。他既想要跟你重新沟通跟你成为这个关系非常亲密我觉得他就想跟你成为恋人。因为这边我们看到恋人牌和这边那个 temptation， 好吗？你对他是有这个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但是他总是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自己首先出现受惊知错，或者说逃避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让他先准备好，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实我们的能量。我认为这个人想要和你重新开始，而且没有去忘记和放弃掉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那第一组朋友，有的人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大众占卜，每一个朋友的情境不一样。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人是他主动离开了你，他有可能呢内心当中还是一样有他现实当中比较大的困扰，然后他有可能对于自己的经济和事业并不是那么的自信，然后有可能他陷入了一种比较压力的状态。比如他的事业还好但是他自己感觉很压抑，也很有压力感。所以我认为其实还是一样，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调整一下。然后我觉得呢，他如果不能去跟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主动接近的话，让这件事情主动发生，第一组的朋友去增强你们的能量和吸引力，感情会为了你们重新开花。有可能在我们没有去察知到的某一个夜晚，或者某一个接近满月的夜晚，这个人会悄然的重新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好吗？那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好然后在生活当中照顾好我们自己。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连结和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第2副组牌，我们的一颗橙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开始今日的读牌。那今日呢，我们主要通过塔罗牌帮助大家连接一下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来看一下对方当下的感受、想法和行动是什么样的，他是否有关注和在意你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第2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好，对应我们的一颗橙色天然石太阳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这也是一套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是 Eight of Pentacles 星币8号的正位。好，这是一套苏菲塔罗牌，我们可以看到有苏菲派正在转动的裙子
anyways， 我们在卡牌当中看到金币8号的能量。有些朋友啊，你们有可能是工作当中的相识，你们有可能是在同样的工作环境当中认识的，也有些朋友他有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说你们在一些需要工作和需要办理一些任务，或者说办理一些书类业务的场合当中相连接，有可能是看到对方的身影，有可能你们之间呢有一些物理上的距离，比如对方跟你有可能隔一条街呀，有可能他会经常在办公室的某一个角落看见你，你会看到他等等。在这张卡牌当中呢，我感受到有一种默契，是你和他有可能都喜欢去专注你们当下的生活和工作，但同时呢，在生活和工作里边，处处的也离不开对方给予我们的某一种灵感的注入和支援。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对方在生命当中是习惯你的出现，习惯你的存在，以及呢，在默默的用他的方式在意你的。我认为这种默默的在意呢，很像那种悄无声息啊、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我觉得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有可能你们会从侧面去滋养和帮助到对方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恰巧当下是一对恋人，我们正在一起，我们正用我们的方式呢去照顾对方的生活。那你做很多事情的细节，你做很多事情的状态然后你的这个神情等等都深深的印在对方的脑海里边，是不能轻易去忘记，或者说在生命当中已经习惯了的。也有些朋友，我觉得对方呢，有可能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比较专注他的个人事业，有可能他会闷闷的不爱说话，或者说跟你之间缺乏一些真正的比如说互动啊、约会啊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个人当下有可能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些任务，他有可能有自己内在想要去突破和发展的部分。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工作狂，或者说他有可能是偏向于情绪内收，比较容易用沉默的方式应答一切的人。好，那第二组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个人在内心当中对自己也有比较高的标准，所以当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不愿让自己呢轻易的，比如说散散乱乱的就走向你，他希望在自己不断的去建设、不断去打造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更好，或者说让他呈现在你面前的状态更好，或者他让他的这个事业水准呢，让他的某一个专业状态更好。那从这一张牌里边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跟对方最近有可能见面是比较少的，有少数朋友你们处在一个相互暗恋、职场暗恋的状态。如果有些朋友最近呢跟他之间不怎么太联络这是一个旧人，这个人我觉得最近都是比较专注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有可能他对于自己目前的这个工作或学业保持了一定的耐性，有可能他在认真打造什么，但是无疑金币8号永远都是看似一个人在精打细琢、精雕细琢闭门造车，但其实我们在这张牌里边看到他也有这个偶尔会晃神和心猿意马的时候。所以你站在他不远的这个长廊的门口，你有可能在用你的方式去跟他进行连接。我认为这个人在他的工作间隙在他生活的一些细节里边会经常的感受到和看到你。所以这怎么不是一种在意呢？甚至有的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到他没有察觉到，但是潜意识会告诉他你在他的生活的一些细节里边。好，我们看一下他的想法感受是什么。今天我们就直接抽牌，直接来进行解读这张牌应该是一张魔术师我们看到是1号牌，然后我们的牌好飞出来了，我们先整理一下。好，我们飞出来2张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和女祭司我们1号牌、2号牌都飞出来了，我们的这个 Major Arcana 大牌。好，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光线好，这边我们看到是金币侍从的逆位，这边我们看到 Devil in Reverse 逆位的恶魔牌。我们这几张牌里边就有3张大牌我们再抽一张去看一下他的感受是什么，感受和想法是什么。 Eight of Cups 好，典型这种逃避型的状态出现了这个人有点逃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有比较高的标准。其实我们的第2副牌跟第1副牌是有相同和相连接之处的，有一些朋友有可能是从第1副选组过来，有些朋友可能会顺便听一下第1组能量是怎么样的。第2组这个卡牌呈现的信息是他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正在运筹帷幄。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冷战，那他肯定是希望赢的，也有些人对方有可能喜欢用一些冷处理甚至是冷沟通、冷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一些
些热战问题啊、热吵等等。我看到这个人头脑很聪明，而且内心里边其实是非常有感知力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需求什么。那这样的人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野心和目的性。那我们看一个这么理性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在你的面前啊，他首先不希望过多的去透露出他比较情绪化的部分，比较感性的部分。他希望在你面前是比较英姿飒爽的，比较酷啊，或者说如果对方是阴性能量女性形象的话，她也是一个冰山王后。所以冰山王后和冰山王子出现在这一组，有可能会让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特别是在关系出现一些裂缝的时候，是比较如履薄冰的。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他的故意啊，我们这个 camera 有点震动啊，这个并不是他的故意。你看他的内心里边其实是有震动的，其实也是有一些纠结和摇摆的啊。所以我看到第二组朋友，对方其实在想法和感受上远远没有他表现出来那么自信。我觉得他内心里边其实是渴求一种逃避。那他在逃避什么呢？我觉得他当下在逃避，只要是能够去动摇他情绪，能够去阅读到他，能够去感受到他的人事物带给他任何一个能量的波及，我感觉到他在封闭自己。这种封闭呢，很像这种夏令营式的集中式的训练，好像是让他再去提高自己的某一种感官和某一种专业，有可能是让他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在发泄他某一种失败感和情绪。我觉得他对待你是有一些挫败感的，有可能你们之间的沟通呢，在某一个阶段不太成立，或者他的想法其实是没那么成熟和没那么好的，以及有可能他做的一些事情是错的，但是我看到他的内心里边的想法就是我不承认，我不认同，不要逼迫我啊，或者说他有可能在感情好像趋于某一种稳定的时候，反而选择了一种逃避啊。所以我看到他的想法和感受里边其实是逃避为主的。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逃。第一张 Ace of Cups， 圣杯1号。好，我们飞出来2张牌。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 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好，我们的一叠牌飞出来啊，我们抽一下，他为什么逃，或者他为什么沉默不语啊？一些朋友有可能当下跟对方的联络不通畅，以及有可能你会觉得对方的心思比较难猜。好，我们的一张卡牌飞出来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我们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我们看到3张8号牌，圣杯8号、权杖8号、宝剑8号。好，我们看到的是一张这个战车牌啊，很有趣，有没有？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选择的这个对象以及你心中在意的对象其实蛮任性的。我看到他其实啊，首先逃避的原因是他知道这是一份真爱，他知道你对于他以及他对于你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灵魂伴侣，以及好像是非常互补的，就是互冲的这个能量的体现啊。互冲就是风和火相对立啊，你们有可能是对宫星座，比如风象星座配火象星座啊，这边有可能我们举例啊，水瓶座配狮子座啊，双子座配射手座啊，天秤座配牡羊座。所以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个是冰山，有一个是火焰，两个人对待一些问题的状态，然后你们的反应，然后你们的价值观念是不相同的。他希望呢你为他而改变，而不是他为你而改变。他希望哪怕是真爱啊，这个关系能够被他所真正的把握拿捏。然后有的时候第二组的朋友会感受到对方其实是一个很深谙心理游戏的人，他是一个深谙人心，而且有的时候可以去进行一些拿捏和把握的人。这个不代表他不善良，也不代表他过于工于心计。我感觉到这个并不代表他想欺骗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更多时候其实代表了他在情绪和性格上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蹩脚、别扭，
或者说有一点避世。我认为这个人他其实在情商和智商上是比较高的，有点天才的感觉啊。同时天才有的时候是很怪异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跟他之间的沟通呢，有的时候会体现出一种忽高忽低、忽好忽坏。你也会觉得他有时候表现对你非常的喜欢和信任，有的时候这个人不见了。我认为他和你之间的感情已经培养到了第8步，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感情随时随地可以得到某一种成熟和成长，甚至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他希望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去进化，按照他的想法去发展。如果是你或者是其他人在让这个关系产生变化的话，他就不是不愿意的。有少数朋友如果跟他发生了一些分歧，跟他发生了一些这个言语上的、口舌上的纷争的话，一般他都会选择用冷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更好的方式，对于他来说他好像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这边宝剑3的逆位啊，我看到有可能最近这个阶段呢，他在事业上和他的一些个人的状态上也遇见了一些受挫，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阶段里边的他没有很好的一个意志力，没有很好的一个心境去面对他的感情。我认为他想藏起来，做一些事情，他想藏起来去做好一些规划，做好一些改变。by the way， 我们的主牌也是一张8号牌，所以我们这个4张8号牌已经聚齐啊，风火水土。其实8号在我们塔罗里边是一个趋向于成熟，但是同时在这个上升和改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瓶颈的数字。我们看到有权杖8号、圣杯8号和这个宝剑8号。那权杖8号呢出现的也是逆位，也是一个瓶颈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的感情或者说他的个人的状态出现了一定的瓶颈期。那第二组的朋友会问，他喜欢我，他是否对我还有感觉呢？我认为他对你有，而且往往是隔了一个阶段，这种感觉就越加的汹涌。但当他想要行动的时候，有可能一些现实的状态和他的情绪又在拉住他。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你心中所想的对象也是比较不好去把握，甚至比较不好猜，比较不好搞定的。我们需要通过大众占卜或占卜的方式去觉察一下他的内心到底有什么。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比较神奇的啊，他有很多自我意识丰盛的地方、丰沛的地方，比如他这个小我，他的 ego 有可能是比较 active、比较活跃，有可能他有的时候会考虑自己，但我觉得他内心里边始终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不管是男英雄还是女英雄，在他的这个宇宙当中，他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让你看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在很多的问题面前，他可以去占有先机，他可以去决胜，他可以去带领很多的人。我认为他的智能啊，或他这个顶轮的活跃程度其实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比较容易是一个脑力活动者、脑力工作者，或他有可能是一个 leader 啊，在他的团队当中是一个决策级啊，或者说是老板级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的情感生活是比较荒漠的。我认为他这个人比较难以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同时，有的时候也比较爱彰显自我。而在真爱的面前呢，喜欢逃避啊，原因在于他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认为他当下处在一个半理解不理解的界面当中。我觉得他呢，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一个过去的感情的话，他一定对于你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在哪个部分做得不够好。不过我认为在想到这个的时候，一般人会趋向于我要逃2步那我就再想一想吧，我先不去想好不好，因为有点窒息，有点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有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下还是不高的。这个人会想到你，而且这个人他会默默的暗中去跟你进行一些比较，比如他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他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那我们这个月亮就看到几轮满月出现啊，这边还有一轮盈月，比较明显就是一般在下半个月的时候，就满月之后，他的情绪在发生了一些转变之后，他比较容易迎接到情绪上的安稳，也会有一些行动的想法。但是在当下的想法里边，他处在一种深深的自我的困境和觉察的状态，就是他有可能跟你争吵之后，目前还没有离开那个困境。有可能一些朋友对方和你的联络比较少，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然后有的时候他和你处在一种非常吸引又非常的相互对抗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在想，你会不会想到他的不好，还是你会想到他的好呢？我认为这个人呢，他觉得你对于他还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不过你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大，所以这也是他有一些顾虑的地方。看一下行动上他有什么样的行动没有啊？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是典型的一个冷战牌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卡牌要飞出来。好，我们继续抽一下。行动 ，Four of Wands。好，这边要出来的一张牌啊 ，Death 死神牌。世界牌的逆位，宝剑9号的逆位，这是一张什么？圣杯王后牌的逆位。啊，有一些感情是这样的啊，放着放着，它会迎来一个复活的机会啊。有些感情这样，就是我感觉到它太稳了，它太擅长于冷战了，放着放着，容易让两个人的感情到一个冰点。会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隔阂和误会，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的当下这个状态已经停留了大约4个月呀、半年左右啊，一阵子了，我认为这个人现在处在一种内心的怨怼状态，就是你是不是忘了我？我们之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吗？或者说我是不是做的真的这么不好呢？他有这样的一些怨言和怨怼，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轻易容易走出来的，所以他容易卡在某一个过去的纠结和误会里边。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主动的不理他，你把他 block 掉，或者对他不读不回，我认为他心里边就是这种始终放不下，但是不愿让自己再试一次。然后这个人有的时候会为你产生情绪化，为你产生一些暴躁的情绪或者说对于自我的一些怀疑。所以我觉得在行动上，这个第2组牌的朋友，对方的行动显然是非常少的。也有些朋友啊，你们有可能当下就是比如说刚刚有点争吵，或者说你们当下的状态是忽好忽坏，没有几天的。一些朋友是刚刚处在一个暧昧相互了解的状态。我认为对方不是一个善于行动的人，他是一个善于吸引的人。Seven of Cups, Six of Cups in reverse, Five of Wands。他是一个不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啊。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不是不能爱，他不善于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当问题摆在他的眼前啊，很多时候他是很怕自己是被踢出局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在行动上他就会僵在原地。那如果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跟他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呢？ Six of Pentacles, Four of Cups， 这是他想要的。第2组朋友啊，注意点来了，金币6号、宝剑6号、圣杯4号的逆位。如果你去主动跟他沟通的话，这是他想要的，甚至有点正中下怀的感觉。这取决于我们第2组朋友要不要这样主动，或者要不要去主动跟他沟通一下。沟通并不代表我们有多么主动，反而这边的金币6号和宝剑6号出现啊，它很像是一种救赎，很像是我来救你了，好了，我来跟你讲话了，或是一种施舍，你要给予对方一些什么，他能够从中去学会这个感情里边的一些高级的情商和高级的处理方法。Queen of Swords in reverse， 宝剑王后的逆位，权杖10号逆位。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是冰山王后啊，或者冰山王子啊，你们也会觉得面对这样的情境，两个人都是压力比较大的，甚至是比较难以释放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第2组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对方跟你之间这个感情和连结值得去挽救一下，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进行一些输出和沟通。但是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要去认错，并不一定是要去对过去明了什么再去谈一些什么。有些时候对于他只是一些简单的问候和问讯，这是他需要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和对于这个关系的能量呢？宝剑10号、金币9号、Justice in reverse, Sun in reverse, Four of Pentacles。 这个关系在教会我们如何去，首先是爱自己和肯定自己，再者就是无条件的爱。有的时候爱是相互可以去改变一些，做出什么和牺牲一步的。但是我觉得无疑啊，在对方的身上我们在学习，并不一定是要教会他，而是教会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宇宙来告诉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首先是你在未来会有更好的桃花，以及你值得更好的。你有可能可以离开这个矩阵，比如他给你的情绪价值是比较匮乏的，他始终让你付出，他始终让你等待，你们会有新的桃花出现啊。大约在什么时候？我觉得在未来的2个月到3个月之间。那第2点啊，如果你们一直在这个关系里边忽上忽下，或者说跟对方不去配合的话，这个关系能进展吗？我认为对方在一个始终观察你的状态。
所以这个进展看起来在就是我们这个客观上来讲比较少，或者他有可能偶尔会跟你去沟通一下，但是依旧是躲在角落的状况。好，这就是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对方的这个行动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对方他不会忘记你，但是他有可能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不让自己在感情里边过度的受伤。所以我们也要考量一下啊，对方是不是一个能够学会爱的人。如果我们要去跟他一起学习的话，他能不能够学会呢？所以我看到这个感情，一些朋友是可以旧情复燃的。在什么样的时间？其实秋天的能量更强，9月、10月、11月啊，有可能这个人会向前走一步。后面2张2号牌，还有一张这个圣杯3号的逆位，就是你们有可能会在关系里边很容易分分合合，但你们始终是彼此的镜子。如果你没有忘记他的话，很明显他没有忘记你，也没有忘记跟我们第二组朋友作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爱情并不是在争一个谁输谁赢，所以说有可能让他小赢一下也可以啊。如果我们和对方这个连结还需要继续存在的话，有少数朋友，我认为宇宙希望你去看到更丰盛的感情，看到更丰盛的自己。所以这就是当下我们对于这个感情关系的分析。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对宫星座比较多，火象配风象比较多一些。这边我们也看到巨蟹和摩羯对宫星座出现，也有一些朋友是射手座、双子座、处女座、双鱼座啊，变动星座朋友会来到这一组，一些朋友天蝎座，星座是一个参考。好，那我们看一下宇宙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先看一下神谕卡，我们抽到是31号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释放你的创造性。其实这个创造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有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没有，他有工具这很像是我们卡牌当中的魔术师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和对方都是神奇的魔术师，好吗？你们的手上有工具，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聪明才智，而且在对的时间，你可以去发挥你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我觉得其实你们身上有一样的这种天才和非常有天赋的地方，所以这有可能是你们很强烈能够去吸引到对方的点。而在这个地方呢，最近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专注你们的一些事业和个人的成长或者学习等等这有可能会让你们去释放出比较强的专注力，进行下面一个阶段在感情上的显化。第二组朋友，其实未来这几个月是你们在事业上可以走向高光的月份，无疑对方好像也一样，所以当下暂时的一个断联或感情当中，有可能会有一点波折，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还是不错的，但是会处在一种相互猜心的状态。这让我们去理解到一点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能量身上，专注在我们的创造和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感知以及显化身上，是永远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创造，包括了你们可以去创造对方和你的感情形式和状态。好，这是一个立体的和一个化学的显化就是很多很多的元素和能量叠加。我们讲这个古代有炼金术士嘛，也是会有很多古老的智慧，以及他们要有法器，他们要有对的天时地利和人和，能够去创造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通过先去完善你们自身的创造，再者就是你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显化你们未来的情感，在对的时间你们的情感会开花。这个人也会帮助你去提升你们的聪明才智、理解力、记忆力和创造性。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他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吗？看一下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OK， 你是我的世界。好，要不然不说要不然说的很多。We need to talk， 这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在第一组也出现了这张卡牌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对谈一下。看一下You're my life partner， 好吗？第二组朋友，你们是神圣伴侣他认为你是他的人生的另外一半。如果有这个状态的话，我认为对方如果是在意识层面，他是不是选择你？我认为对方既是关注你和在意你，是想选择你的第二组朋友，他认定你是他的灵魂伴侣和生活伴侣Do you miss me the way I miss you？ 你会像我想你一样想我吗？他是想念你的。I left before you can leave me。我在你要离开我之前提前离开你逃避型这边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
I want you in my arms， 我想要抱着你啊，我想要让你在我的臂弯，好吗？看一下 I miss you， 好吗？这个人在想你的，最近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他在显化你而你也在显化他，所以这个也是你们意识上的一个交战啊。那我们不必去问谁的显化会赢啊，他有他的剧本，我有我的剧本。好，第二组朋友充实你们的能量，打开你们的创造力。我认为你们的相互显化是可以达成的，但是他的这种显化我觉得是没什么行动的，行动能力反而为零啊。但是显化有可能他在去希望啊，他希望你去主动的走向他的生活，你可以重新的自然的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好吗？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土星双子一宫，太阳巨蟹七宫，我觉得这个人是很依赖你的，而且他有可能想要在你的面前能够去表现出自己既踏实，然后有一些事情好像做的也比较的究竟啊，好像做的都是比较肯定的，但是他的内在其实是非常容易崩溃和动摇。太阳双子12宫，我认为这个人的内心里边他处在一种不断在变动的状态，所以我看到他在未来，有可能这是当下的能量啊，未来很明显他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未来2个月6月到7月之间，对方是不是有一些行动，对你有一些邀约，而且是非常跳跃的啊，要不然就是不说话，要不然就是来一个邀约，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当下这个阶段其实蛮需要你的，他希望你能够重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边。所以我认为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准备好了，也可以去进入这场显化，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是否可以跟他通过喉轮震动啊，更好的方式进行一些面对面的沟通，这有可能会让你们的感情关系迅速的修复。他们有可能也会去疗愈一下他创伤的状态，因为我看到他呢，有的时候是有伤人且自伤的感觉。好，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那今天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卡牌就看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信息的统合和传递，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一样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照管好我们的能量，感受到宇宙给我们的滋养和保护啊。除了我们心中所在意的人以外，你们的能量也是同等重要的。好，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我们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在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一颗绿色孔雀石的朋友们，我们开始今日的读牌。那今天呢，我们主要通过塔罗来连接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来看一下对方的想法、感受和行动，他是否在意和关注你呢？我们也会通过其他的卡牌帮助大家连接一下他所想说的话、所表达的言语、态度等等，希望可以帮助前来第3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绿色孔雀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这也是一套塔罗牌啊，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我们看到圣杯公主牌，然后公主的身边有9只孔雀，然后它象征着荣耀、平和、灿烂和美的大门啊，象征着想象力，也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所以我认为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在对方的眼中，首先是非常具有闪亮的魅力啊，吸引人的天赋，有可能你的笑声，有可能你的歌声，或者说你对于某一件事情的审美，你个人的气场和气质，以及有可能是你的脸庞等等啊，非常的受对方的喜欢。我看到你是对方喜欢的类型，而且你出现的地方呢，对方会觉得那个磁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清新和特别的。我看到这个人很为你心动，并且有可能他有偷偷的想要去试着跟你去连接一下，也有一些朋友得到对方的告白，2个人正在开始这个恋情。我认为你们的感情呢，会让2个人的心轮敞开，也会让2个人重新看待这个地球，这个3维世界，有可能你们会用爱的方式去跟对方联络。那如果对方呢还没有很强烈的行动，我们第3组牌的朋友感受不到对方的关注和热情、在意等等，我认为对方是稍显羞怯的，有可能在感情上呢，他会觉得我们第3组的朋友是能量场比较柔和、和谐，而且有可能对方会觉得你的能量场呢，吸引他，但又高过于他，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徘徊和疑问自己是否应该真正的去做出主动和努力啊，是否呢，他能够去
赢得你的瞩目，赢得你的关注等等啊，这个是反向的一个问题。我们第三组朋友有可能会考虑，对方会不会关注和在意我？我认为这个人心中也会有一样的想法，你会关注和在意他吗？有可能在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缤纷的色彩，有很多朋友啊，或者说你的生活或者是家人、事业目标等等，值得你去追逐，也值得你去爱。我看到你们是敞开心轮在看这个世界的，所以你们是非常有爱以及有天赋和有理想的一群朋友。所以在我们出现了圣杯的公主牌的时候，也代表了答案是肯定的。也有一些朋友啊，对方和你是很像是彼此初恋的这种感觉，第一次打开心扉，第一次去关注到对方，有可能这种关注也来源于还是一样一种气场，一种磁场的震动，还有一种跳动的频率，或者是前世的连接。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呢，他无疑啊对于你是非常在意和关心的，甚至偶尔会掩藏一下他的情绪啊，但是这种关注其实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乎他的表达。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对方的感受、想法和行动。我认为在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心目当中所想对象的眼中你是特别的，或者说你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或者他一直在关注你，默默的，好吗？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善良和你的天真，以及你对于一些明媚的事物、正向能量的事物投入了非常强烈的正念和爱，所以他也非常的尊重，或者说他也从侧面被这一点所吸引了。所以不论吸引他的是什么，他在被你们吸引着。我们看一下他的感受和想法。好，我们抽牌啊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他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了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逆位 The Lovers in Reverse。 我们遮挡一下。好，我们继续抽牌啊，这边出现了 Four of Cups， 圣杯4号的正位。Four of Wands， 权杖4号逆位，很多4号牌耶。我们再 clarify 一下信息啊。宝剑3的逆位，我觉得这个人怕伤害，怕受伤啊。有些朋友会说，哇，我和他刚认识，我伤害他什么了？为什么他这么怕？他会缩在角落。我们有3张4号牌，我认为这个人有一种，他过去的伤痕啊，虽然愈合了，但是时时刻刻有可能重新绽开。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内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不管是跟原生家庭，还是他内在小孩，还是他过去的情感啊，会给予他一定的震动和震荡。我认为这个不像是旧情难忘，更像是他对于现实生活，他对于感情都是专注于某一个消极的部分，比较有压力，想的比较消极，甚至他会觉得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取得你的关注、你的信任和你的某一种谅解。我认为第三组朋友，对方有可能在过去跟你有过一些误会和隔阂，你们有可能这个关系冷战了一段时间了，或一些朋友你们刚刚进入暧昧关系，但这个感情呢，发展的是比较慢的，也有一些朋友是比较离奇和曲折的，你会突然跟对方断联啊，但是突然又收到对方的一些消息，你不知道对方在跟你捉迷藏，或者说在弯弯绕绕做着一些什么。我认为他的感受里边充满了一种不配得感，然后在感情里边他会觉得你们之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或一些朋友你们的回忆是来自于前世，来自于跟你的幻想等等啊。恋人牌和权杖4其实出现正位的时候，往往代表了稳定又成熟，而且呢能够出现正向激励啊，正向激情的感情。那正向的鼓励就是两个人会建立家园呢，会投入一段承诺关系啊，有可能你们的生活会相对稳定一些。但这边出现了4号牌，都代表了你们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停滞且不稳定状态，特别是在他的感受里边，他会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不稳定的元素。有可能我们第三组牌的朋友有其他人在追你，有其他人是喜欢你的，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生活里边现在也处在一个相对两个人都不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呢，他时时刻刻在感情里边保持着一种顾忌啊，对，他有很多 concerns， 他有很多顾虑，也有很多提防。
他这个提防，我觉得其实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安全的距离，不被爱情所燃烧啊。比如说我们的爱情很炽烈，他被燃烧到怎么办？或者说他被伤害到怎么办？那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对他的这种吸引力，同时也会让他有一种同样的一种疑问，就是他能不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投射给你，他是不是能够用一样的方式去爱你。也有一些朋友啊，这边有2张4号牌，代表了相对的冷战，就是2个人有可能当下都处在一个你也不说我也不说的状态，有可能你们已经断联一阵子，或者说分手一阵子了。那这个人呢，他没有忘记你，但是有可能在内心深处，他想要把这个回忆掩藏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感受里边是，他的想法是我不被爱了，或者说我不配被爱，我不能爱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再去看一下他的想法和感受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啊。 Seven of Cups。 好，我们这边飞出来2张，有 Page of Wands and Strength in Reverse。 好，权杖的公主，力量牌的逆位， King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国王的逆位，权杖的5号。你再 clarify 一下信息是什么？好，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King of Swords。 好，这个关系里边啊，少数朋友有可能这是一个3角关系或多角关系当然了，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状态的话，并不需要套入啊，因为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多重的人物牌，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当下处在多角关系的话，因为这是比较明显的，他会觉得自己有可能过不了他自己心中的一关，他有可能无法争取到你，有可能他会错过一些什么，所以他内心中会产生一种消极。我认为在他的内心里边，你就像是我们这边有看到水的女神和火焰的女神，有没有？你在他心目当中有可能是火焰的女神、火焰的男神，或者是水的公主、水的王子等等。所以他认为自己对于你的这种吸引是需要带有一些所谓的气场和能力的。如果能力不匹配，如果气场不到，如果他最近呢这个选择纠结，有可能他当下这个情绪出现了阻碍我看到他的心轮呢，他很多的脉轮在不断的震动，释放一些悲伤的能量，这个都会让他产生退却。所以我认为在你的面前，他有的时候会因为你是有光亮的，或者说你的磁场其实是比他更加圆满，或者说你比他的能量更加稳定，而产生了一种自卑和退却的想法。而这边我们看到力量牌的逆位和恋人的逆位，我总觉得他的心中的想法就是我好像不配爱你，我不配爱你，有可能你周围的人好像看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跟你更加合适，或者说我不配爱你，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我给过，但是这好像并不是你想要的，我并不知道如何修复我们的关系，所以呢我打算叛逃了。好，我们亲人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对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E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6号的逆位，看一下 Ten of Cups，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号的逆位。好，这边我们出现了又是金币牌，金币7号的正位，然后我们从牌底也看到金币5号。我认为对方他考虑的比较多的还是现实原因啦，经济原因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无条件的帮助过对方，或者说在你的眼里边，你更看重的是情感的质量，而非物质上面的一些过于客观，或者说过于3维世界的东西。但是他很看重，他认为你们之间如果想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情感地基，你们可以往前去走，你们可以用长时间去经营一个良好的感情，他不能没有任何的能量。我也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在当下的生活里边并不是什么都做得不好，相反有可能他拥有一些什么，他曾经积攒过一些什么，不管是社会的名誉，还是工作的经验，还是在财富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也处在一个在物质上有匮乏的想法，荒凉的想法，或者面临到一个阻碍或者是考验。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他有可能在当下很顾及他的个人的资产、个人的财力。
这边金币六的逆位也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是给的更多的人，或者说你们也曾经试着想要去帮助对方，但是我看到他是不愿意的，他希望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比较好的形象的同时，可以让你对他产生正向的期望和正向的信赖感，这个是他自信的来源。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啊，在最近这个阶段，他的事业和他的原生家庭啊，他的家庭内部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有可能他家中的老人和小孩等等需要他的关注和照管，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当下能量不够丰厚。我们再看一下啊，他有没有关注和在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呢？好，他也不想让我们第三组朋友给出更多啊。好，希望我们第三组的朋友能够自然而然的去爱。好，这边出现金币一和金币骑士牌，他对你是认真的，就不得不说，不管他现在的状态有多么的不好，他对于你的感情是认真的。所以在行动上，我们出现了金币侍从和金币公主牌啊，他会行动，但是时间是比较晚的。要在他一切都 set up 好、准备好的时候，他才可以行动。我认为这个人在慢慢的积累他的实力，积累他的能量，积累他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呢，在未来，特别是到了未来的半年左右，秋冬季节，他有可能呢，在他的人生上会取得一定的收获和一些好的进展。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有可能会一步一步的走向你。我认为他心里边有一个对自己比较高的标准和要求。这个其实我们第三组朋友，你的高标准和要求有可能对你的生活，有可能是对你的感受方面的，但我觉得对方的要求是非常偏向于三维世界，非常偏向于物质啊、名誉啊、个人的标的达成，以及他能够拥有的荣耀和财富等等，他希望可以拿着闪闪的勋章走到你的面前。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会有行动，但是时间是非常慢的。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在你不再期待、不再想要去预料他，在你有可能已经快要忘了的时候，这个人会回归到你的世界。他没有忘记你，他也没有抛弃你，他有可能只是觉得在那个情况底下，在那个情境底下，他解决不了你和他的任何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不但会回归，而且他会带着承诺回归，他有可能会比较认真和虔诚的跟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来发展这个感情，有可能会带来真正的承诺和真正的对于我们生活的帮助，以及给予我们生活的很好的支持。在物质方面啊，也是会有支持和帮助以及保护的。金币5号 Eight of Pentacles， 好，这是一个工作狂吗？ Queen of Wands in reverse， Three of Wands，Temperance， 好，我看到他希望的是他的事情和你的事情都是慢慢来的。也有些朋友会问，我们已经拉拉扯扯这么久了，他还希望慢慢来吗？我看到他的内在在情绪感知上都出现了一种麻木、迟钝和匮乏的状态，所以无疑他最近面临的很大的压力。而且我看到有可能不管是上司、下属还是他周遭的人，给予他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他好像要负重前行，所以在感情上他就无法轻盈，他没有了翅膀。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他呢，就是很容易有一种自闭倾向啊，闭门造车的感觉，而且有可能他的意见经常跟你相左，有可能你们在恋爱当中，他有可能和你唱反调，有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你想要去跟他去产生一些正向的改变，但是他总是说他不要，他总是好像意兴阑珊，兴致缺缺的，或者他心里边好像在想一些什么，他有顾虑，他有非常深层的一个顾虑是来源于现实世界的，他的工作能否完成，他是否可以去完成这一个项目计划，他是否能够去赢得这次投资，赢得这个事业晋升的机会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慢性子的人，特别在有问题的时候非常喜欢慢慢来，并且也不喜欢沟通。那我看到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希望的，在未来一个阶段呢，我看到有可能在最近这3个月左右，我们现在是4月嘛，在7月之前，这个人还处在一个比较卡的状态里边，但是我看到有可能在过了这个阶段，过了未来的2个月到4个月之间，这个人他的能量会慢慢好转起来。在他能量好转的时候，也并不是这个感情能够重新开始的时候，而是在他能量全盛的时候，在他可以非常稳定的重新的去搭建他的生活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重新前进。然后比较重要就是他在关注你，他在内心里边关注这个感情，他在内心里边去显化这个感情，为这个感情而努力的能量是比较强的。但是有可能在
当下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总体上你感觉不到任何东西，有可能你跟他之间这个沟通是比较卡、比较阻塞的，有可能对方的态度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好，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啊，在行动上来讲呢，我认为这个人还有可能他不喜欢呢太多的这种文字沟通啊、简讯沟通啊，他喜欢直接。他喜欢用直接面对你的方式，而且他会拿出自己的一些荣耀，自己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如果他当下生活在开始了一些变化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个变化的结果给你看，如果这个结果是非常正向的。所以这一切其实也像是一个赌注，关于他的赌注啊，他在想他能不能够决定好这件事情，赌得赢，而且给你一个闪亮登场的意外的形象和惊喜。他想的是这些，所以这是这个人的想法所引发来的这个行动。我认为他会有突如其来的行动，虽然说他不喜爱短简讯的沟通，但是我看到在未来的半年，在不经意的时间点，有可能他也会突然的闯入你的视野。好，我们第三组朋友在星座上，我们看到双子座、水瓶座、狮子座、射手座、天秤座。我们这边有水象星座和火象星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星座是一个参考。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首先是指引牌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很美的牌，没有24号啊 ，Self Love 这张牌在告诉我们啊，还有这张牌和我们的主牌，有没有这个手势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这个神态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就是这个圣杯的公主或者圣杯的王子也好，圣杯的女神也罢。在跟他的这段感情里边，你们要打开的是你们的心轮，学会如何飘逸的，学会如何在三维世界接近神性的爱自己，也爱着你们的存在，爱着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我看到其实在他的心中你是无比圣洁的，而且你有可能在他的心里边值得更大的无条件的爱和滋养，而并不是现在他以一个能量比较匮乏的状态在跟你相互的拖拽、相互的相欠和相互的拉扯，他心目当中的你起码不是这样的。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是对方心中的白月光或者是男神女神的形象，所以对方总在他的世界里边呢，想到你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盼头，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奋斗的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因为我第三组朋友会说，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希望爱情就是能够曾经拥有，能够在这个三维世界很好的在一起去享受这个感情，但同时这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先决条件，就是对方也处在一个能量比较好，他准备好的阶段。我认为他现在对待自己的生活有着神话式的期待，甚至他也会神话式的期待跟你们的关系，所以他呢会产生一种退却和矛盾。也有些朋友呢，他如果主动的切断了这个关系，有可能他主动的跟你发生的这个争吵和矛盾，我认为有可能是他的事业和他的人生追求发现了一些比如说系统上的错误啊，一些 bug， 所以在当下我们这个三维系统不断升级的过程里边，他有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一个人轻装上阵，或者一个人先躲一下，能够让能量重新的酝酿一下，在感情上这个能量才能够流通。我们这边看到恋人牌和圣杯4号恋人牌是逆位，但是我认为这个人不是不爱着你，不是没有爱你，而是他现在找不到方法去爱，他甚至对于很多事情提不起兴趣。所以这是目前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对方身上的能量。我们最后可以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想说的话看一下他的表达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的牌飞出来External influences have been affecting my judgment。 好，外界的一些元素一些影响会影响我的判断，所以他被外界的一些事情影响了。我看到有可能是大环境，有可能他是生活的改变，他的事业，他周围的人出现了改变等等也有些人他离开了家庭环境，他有可能离开了某一位重要的亲人，有可能他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离开了他。第二章呢，好啦，他停止不住的会思念你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好吗？我停不住的在想念你，所以他的脑海里边有你，他的顶轮里边有你你的形象呢在他的脑海里边。这张牌在上一组出现过Do you miss me the way I miss you？ 你是否像我想念你一样想念我呢？这边出现2张
这个在第一组里面出现过 I want a new beginning with you， 我想和你有个新的开始。 I dream about the future with you， 我梦想着和你有一个未来，好吗？这两张牌的其实能量是一样的。我们再抽一张，他想说什么？看一下啊。好，这边的牌飞出来了啊。I have too much going on， 然后这边又掉出来一张。好，这张牌啊，反扣在我们的桌子下面啊。我们捡起来看到 I was not ready when we met， 好吗？在我们相遇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好啊。然后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我希望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梦想着和你有一个未来。我在想你能感受得到吗？但是外界的一些因素会改变我的判断，所以他有可能判断失误了，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他做的并不好，有可能他会有一点悔意。但是我认为啊，他现在这个产生后悔的能量跟他当下所遇见的 I have too much going on， 他的生命里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可能相对比，有可能太多的信息量震动的他，让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头和多思考什么，现在只能多去应对。所以我认为宇宙在告诉我们第三副组来的朋友，这个人在意你和关注着你，这个人甚至呢后悔，甚至他想要去和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他需要让自己准备好，再次的准备好。那你们有可能在一个错的时间相遇了，他没有准备好，但是当下这个阶段啊，对方多少会对待这个事情和你们之间的问题是有所深思的。这边是天王星的啊，天平二宫，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诉讼上的、财产上的问题啊，有可能他在解决。然后这边是金星的巨蟹三宫，他想对你说很多情话，但是这边我看到他的思维除了有的时候会想起你、想念你以外，想到我们是想念的，但是他有可能当下在经济上的考虑是更多，这个占据他的头脑。第三组朋友，你们要学会如何的去拥抱你们的高我之爱，用高我的方式，用宇宙的方式，更加去打开你们爱的能量场。你们是非常值得被爱的，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桃花源，你们周围喜爱你们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认为啊，在跟对方的这个感情交集当中，我们不能像对方一样去泯灭希望，我们要在对方当下这个能量不足够的状态里边，继续拿出非常高的爱来去奖赏自己，也奖赏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爱能够正向的被吸引来。所以祝福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也祝福大家在感情当中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之爱的觉察，然后去醒觉和连接一个不断拥有更高的爱，爱着你的世界，你们是值得爱的，好吗？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卡牌连接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